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鱼。这支影片是介绍我去万博的经历。之前去的时候，其实我没做太多的攻略，希望保持着突发的乐趣。其实就是批人的懒癌饭了。不过我有准时上去抽展馆，抽预约其实还蛮多人都介绍过的，我就在这里放一下我整理的表格吧。需要的人去稍微看一下，不需要的就直接跳过。简单的介绍一下，就是入场前有3次预约的时间，你可以抽3次的选抽，最多可以填5个展馆或是活动。第一轮呢需要在2个月前就要抽了，第2轮是7天前，第3轮是3天前。这一轮的话是你前面2个呢都没有抽中，然后它可能会释出一些空位的余额，然后你可以进去抽。入场后10分钟可以登记。很不幸的是，我想去的都没有预约上，直到入场后呢，我都是没有预约上的，所以最后随便看了一个跟未来有关的展。如果你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，你就选东门。长寿是在西门，东门到西门真的非常的远。我9点入场，9点半到西门就已经没有号码牌了可以领了。再来介绍一下巴士的种类。巴士分为3种，第一个是不需要预约，直接到站即可搭乘，3到5分钟一班，可以使用巴士的一日券。巴士的一日券1天是1000日币，单程是400。第二个呢，就是需要现场向工作人员预约登记，每20分钟一班。第3个呢，它是7月1号开放的，我去的时候没有开放，是后来查资料看到的，主要是提供上午8点半到11点半东门到西门的短程移动，需事先上网预约，并携带西门的票进场，验票后搭乘。如果你觉得距离非常远，请妥善使用场内巴士，不要像我一样傻傻的在那边走来走去。我那天直接走到爆表接下来是抽门票的感想。假如你前面门票都没有抽中，然后你进去也没有抽中你喜欢的，也没有关系。其实里面有很多展览呢，你是可以排队进去的，它会开放一些时间让你排队入场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展馆里面的体验是需要有预约才可以使用的。总而言之，你就是没有抽到预约，就没办法体验展馆里面的体验了。不过展馆里面的餐厅呢，可以由出口进入，不用排队，也可以吃到很多各国的菜色，其实也挺好。再来介绍一个交通工具，就是画面中的这一台，它是可以在固定的地点和整天的时间抽体验，好像是65岁以上，它会直接租给你，这是不用钱的。但我妈才60岁啊，所以我们采用抽签的方式，条件就是需要一台可以接受简讯的手机。这台车子对老人真的特别的友善，不需要驾照也可以租借。车子的4档等于正常人行走的速度，而且这个车子遇到人会自动停止，所以你开着这个车子的时候遇到很多人，就会有一种卡顿的感觉，走走停停，然后我就晕车了。不过车子有时候还挺麻烦的，它规定只能停在指定的位置。我倒是路上有看到别人乱停，不过我还是算了，还是需要停在该停在的地方哟。借与还东口西口各有1个，但不知道可不可以东口借西口还，反正我是西口借西口还。它这个是只能走黄色区域，然后红色区域是停靠点，而且借了之后它只能使用4个小时就必须归还了。里面只能使用信用卡或虚拟支付或是 IC 卡。如果你有带 IC 卡又比较想用纸钞付款的话呢，可以在西口那个餐厅门口，它有一个 IC 卡储值机，可以在那里储值，然后并在园馆内使用。最后吃的部分，个人是觉得都偏贵，包括里面卖的商品都是比较贵的。附上几张食物的价钱给大家参考一下。最后来介绍一下我在万博买的东西吧。我在万博只买了2样东西，一个是扭蛋，我有拍秀，大家可以去看看。但我人生就只来这一次，当然还是要买一个回忆啦。就是它就是我的小背包，它大概6000左右日币，然后不是很大，大概就是比我的手大一点点。然后内容物真的是不能装任何东西，就很小。这是给小朋友背的吧，看装得下我的手就行了，我的手机肯定装不下的。不过做工其实也还可以接受啦，一个回忆挺好的。大家看到了这个这个圈，我想买的其实是一个不知道什么的东西，反正那时候看到 sample，
但它卖完了。那个 sample 呢，它其实就是套在手上的，就应该是发圈之类的。这个是我在那里精品夹的，很可爱，套什么都可以。来，我找一个我的娃娃，然后套上去，很合适。天啊，怎么这么可爱？好不合适，因为它头太小了。还是这样吧，是那个《冰雪奇缘》里面的那一只火蜥。最后的最后，谢谢你的观看，觉得实用或是还行的话，给我一个喜欢吧，是我最大的支持。或是你想订阅我也可以哦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